大家好，据说天气要有感降温的哈，但是已经要立冬，不是立秋诶。今天白天气温呢，竟然还是秋老虎的32度哈。由于天气越来越热的趋势更加明显了，种植时最好也纳入边做设施的考量。眼前这是在一旁种植蒜头后呢，顺道进行撒种的菠菜了。除了天气不够凉冷，发芽率偏低之外呢，这只严重怀疑有柴犬血缘的囝囝哈，也算是有认真的试躺过了。现在又躺在已经整理好的菜床上。由于是在气温降不下来的情况下，先行撒种，测试菠菜种植的可能性哈。目前看来，可以顺利生长的话呢，气候已经算是可以接受了。补撒种子就当作是采用分批种植啊。依据个人经验呢，平地种植蔬菜有一个很好观察的种植时间点就是发现市面上已经开始贩售山上的蔬菜由于首波从山上下来的蔬菜呢，价格会贵到让人很有感拿来辅助判断会是很不错种植的时间点不过这只仅限于短天期的叶菜类而这时候才开始种植呢，也会省事顺利许多。会这样思考的原因，是因为地球暖化越来越严重了。原本用来判断种植的传统节气呢，已经完全不对了。秋冬作物要从9月开始种除了吃力不讨好，甚至还会做白工另外呢，有些菜还是要天气凉冷才会好吃不然为何山上的菜会先上市？至于菠菜种植呢，最理想的是种植在沙质土壤上。选择种植在此的原因，不是因为靠近水源菠菜对于水的需求并不高而是这里除了地势比较高之外呢，也可以避免夜晚路灯的直射这是种植菠菜很重要的一件事当种植在路灯下时呢，菠菜还没有长大，就会发生提早开花的现象另外，若不是种植在沙质土壤呢，土壤只需要先进行翻松，也是可以长得非常不错翻松的过程不要将土壤打得太细越是怕泡水的作物呢，土壤颗粒状的团粒结构就越是重要了。团粒结构除了透气，也可以延缓土壤板结的时间当发现作物出现生长停顿的时候呢，很多人就开始拼命施肥一不小心就会造成肥伤由于个人种植时，除非有外力介入过程几乎没有额外施肥通常只要适时的翻松一下土壤，就会发现有明显的改善而翻松的时间点呢，也可以趁分批进行播种时呢，顺道做一遍会更为省事而这在一旁有遮阳的空间呢，还可以拿来做育苗的空间利用这接续的影片在说明过程接下来的时间点就得做防护措施了。如果种植空间没有幼小的狗呢，就可以省略刚才在还没有撒种进行前呢，缺菠菜的位置就是小狗在上面翻滚造成的种植空间小的观众朋友呢，遇到这种情形，很多人会很生气不过家里平时吃菜的人并不多通常这些多出来的菜就是分享给亲戚朋友而已所以不算是个人修养很好自然农法呢，在不施药的情形下，很多菜也都是直接分给虫吃所以殊途同归罢了。最后进入浇水的环节由于菠菜的种子比较大颗事先进行浸泡可以减少发芽所需要的时间但如果是顺其自然，或是想偷懒一下此时第一次浇水，记得要把土壤浇透了。另外呢，接下来的几天，
土壤要维持湿度哈，一样还是可以顺利出芽。最后来看一下一旁目前蒜头生长的状况。这内部直行的是采用硬梗蒜头播种啊，横列的则是软梗蒜头啊。软梗提早采收，则是一般常见的大蒜啊。两种不同蒜头的蒜叶呢，颜色有明显的不同哦。比较深绿色的是硬梗啊，黄绿色的则是软梗蒜头啊。同时间种在一起，刚好可以直接做个比较哈。谢谢收看。